大婚当天，新郎却和情人私奔了，刺耳的议论声隔着轿帘清晰可闻。赵锦书带着情人苏婉儿私奔了。啧，这是逼婚逼得太狠了，人家宁可跑也不娶。沈家落魄多少年了，还死抓着当年那点恩情不放，非要人家侯府娶他们家女儿。逼婚明明是定远侯府主动上门求娶的，惦念着老侯爷当年的救命之恩，才答应这门亲事。而侯府是想借沈家的人脉给赵锦书铺升官的路。现在倒好，新郎跑了，脏水全泼我身上。我一把掀开轿帘，自己走了出来。满院子宾客都等着看我笑话。我正要开口，上手突然传来婆母林凤娘的声音：“沈赵两家当年定的是婚约，没说认定谁娶。锦书配不上沈小姐，墨儿，你可愿意？”他是定远侯养子萧默，浑身上下透着一股沙场的气息。萧默声音不大，却掷地有声：“孩儿愿意。”胡闹！这是锦书的媳妇给了墨儿，锦书回来怎么办？锦书回来，他跟人私奔了，还有脸回来？就算回来，难不成还要沈福儿等他，让他妻妾同娶？赵丽被噎得说不出话。沈姑娘，墨儿虽不是侯府亲生的，但人品能耐都在锦书之上。你若愿意，现在就拜堂；你若不愿意，我亲自送你回沈家，该给的赔偿一分不少。沈家已经经不起第二次笑话了。爹娘的脸面不能被丢在地上踩。愿意。我跪在婆母面前，双手捧茶，母亲请用茶。婆母接过茶喝了一口，眼眶居然红了。她伸手从腰间解下一串钥匙放在我手心，这是娘司库的钥匙，从今天起交给你。司库，武家是大周第一皇商，婆母的嫁妆富可敌国。这钥匙一拿出来，大姑姐赵锦瑟第一个跳出来：“母亲，你怎么能把司库钥匙给一个外人？”二姑姐赵锦瑶也跟着喊：“他才刚进门，谁知道他安的什么心？”三姑姐赵锦绣没说话，但脸色阴沉：“她是我儿媳妇，不是外人，反倒是你们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，来娘家指手画脚，你们才是外人。”婆母没再理他们，拉着我的手拍了拍：“好孩子，以后侯府就是你家。”我捧着那串钥匙，觉得烫手。我偷偷看了一眼身边的萧默，这男人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，看来他也不愿意娶，只是碍于婆母的面子才答应。也好，各过各的，互不干涉。萧将军，我有话跟你说。说。今日成婚是形势所迫，我不强求你把我当妻子，你也别指望我把你当夫君。往后各过各的，分榻而睡，互不打扰。好。我以为他会拒绝，没想到他这么干脆。灯熄了，我闭上眼睛，脑子里却在转：婆母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还有萧默看我的眼神也不对劲。我越想越清醒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后半夜我迷迷糊糊睡过去，半梦半醒间，我听到一个低沉的声音：“这一次，换我来护你。”回门那天，婆母准备了5辆马车的回门礼，大姑姐从里面冲出来：“母亲，回门礼怎么备这么多？”我给我儿媳妇备的，关你什么事？赵锦瑟咬着嘴唇，眼神像淬了毒。我看了他一眼，没说话，转身上了马车。到了沈家，我娘周氏早早等在门口，一见到我就红了眼眶。娘，我挺好的。岳母大人在上，小婿给岳母请安。好孩子，快起来。我爹从里面走出来，萧默又行了一礼。岳父大人，小婿听闻岳父喜好书法，特意寻了前朝李北海的帖，还请岳父笑纳。李北海的真意，市面上千金难求，这太贵重了。岳父喜欢就好。我可不记得萧默什么时候准备了这星血。午饭后，我娘拉着我的手进里屋，关上门就问：“告诉娘，默儿对你怎么样？”“挺好的。”“你别骗娘，娘看得出来，那孩子看你的眼神不对。”“怎么不对了？”“像是等了很久才等到你。”“我也感觉到了，可我明明不认识他。”“行了，你过得好就行。”回程的马车上，我瞪萧默：“你是不是故意的？”“什么故意的？收买我家人。”“岳父岳母人好，我是真心喜欢他们。”“这人差得不行。”马车快到侯府门口时，外面突然吵了起来。我掀开车帘一看，脸沉了下来。赵锦书站在侯府门口，身边还跟着苏婉儿，弱柳扶风似的半个身子都靠在赵锦书身上。赵锦书看到马车，眼睛一亮：“沈姑娘，我回来了。这几日让姑娘担心了。婉儿已是我的女人，我会请母亲做主，
让沈姑娘为正妻，婉儿为平妻，一同迎进府。婆母已经从府里走出来了，她二话没说，抡圆了胳膊，一巴掌扇在赵景书脸上。赵景书被打懵了，眼里满是不敢相信。母亲，你打我？打的就是你！大婚之日跟这个狐妹子私奔，你还有脸回来？你一边想借着沈家走文官的路子，一边轻贱福儿跟心上人私奔，咋的？你是天上掉下来的银子不成？脏臭了还敢死回来，让福儿把你当宝？从今天起，赵锦书不再是我侯府的公子。来人，把这两人给我轰走！我可是侯府的公子。舅母，你不能这么对表哥，表哥孝敬了你10几年，若不是有表哥在，舅母一个没子嗣的妇人，放在别人早就被休了。这话一出，围观的百姓议论纷纷。侯夫人不能生，难怪收养了这么多孩子。那赵锦书也不是亲生的，侯爷对侯夫人可真好啊。苏婉儿嘴角微微上翘，等着看婆母下不来。苏姑娘，你说婆母不能生，难道我说错了？你说错了，不能生的是你舅舅赵丽。啊！你胡说，舅舅怎么会？怎么不会？当年成婚当天，他就奉命去剿匪，作战时伤了命根子，自此不能人道。这件事你们去问他，看他敢不敢否认。舅母，你怎么敢诬陷舅舅？诬陷？把东西搬出来。是。婆母让下人给围观百姓发了几本，账本上的数字大得惊人，围观的百姓看得倒吸凉气。这上面记录了我这些年为侯府所有养子养女的花销，一笔一笔全在上面。光赵锦书一个人的花销，够普通人家吃几辈子了。侯夫人对这几个养子养女是真掏心掏肺腹啊！养条狗都知道摇尾巴，这赵锦书倒好，带着别的女人回来要妻妾同娶。母亲这是要毁了我吗？我养你10几年，你就是这样报答我的！滚！舅母，你不认表哥，就不怕舅舅回来怪罪你，就不怕舅舅休了你。赵丽要是敢休我，让她来，我倒要看看她有没有那个脸。闹剧散场，我跟着婆母回府，路过萧默身边时，我注意到他的表情，像是早就知道会这样。我心里那个念头越来越重，他们一定有事瞒着我。老夫人和柳氏回来的那天，老夫人一进门，拐杖就往地上狠狠一杵。武士，你给我跪下！婆母站在正厅中间，动都没动。老身离开不过5日，你就把侯府搅得天翻地覆。锦书的媳妇儿给了那个养子，你还当众往侯爷身上泼脏水，你是要把侯府的脸丢尽才甘心？那些孩子怎么来的，老夫人心里清楚。柳氏站在老夫人身后，低着头不说话，但嘴角勾起一抹笑。还有你，沈家怎么教的你规矩？一女不侍二夫的道理你都不懂。你是锦书娶进门的媳妇儿，怎可再嫁青州？你爹娘能教出你这样的女儿，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骂我就算了，还骂我变妈。老夫人这话可不对，我祖父当年教导过圣上，按老夫人的说法，圣上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什么？老夫人要骂人，先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。我沈家再落魄，也是圣上亲靠瓜的书香门第。老夫人一个妇道人家，张口就辱及朝廷命官，传出去，丢脸的是侯府。老夫人气得手抖，柳氏赶紧上前扶住老夫人。沈姑娘，老夫人是长辈，你怎能这样跟她说话？柳氏穿着一身素净衣裳，看着就是个安分守己的双居妇人。可我注意到她手腕上戴着一只成色极好的翡翠镯子，那种成色不是普通人家能有的。柳舅母说的是，不过舅母既然是客居侯府，还是少掺和主人家的事为好。赵丽从外面走进来，脸色铁青，她看了婆母一眼，最后看向萧默。你给我出来！萧默没动，赵丽脸色更难看。叫你出来没听见？父亲有事就说，这里没有外人。夫人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侯府的脸面还要不要？哼，侯府的脸面，赵丽，你要脸面就别做不要脸的事儿。赵丽眼神一沉，那抹杀意又出现了。我看得清清楚楚，这次不是错觉。当晚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老夫人对赵锦书的维护不正常，
都是养子，为什么区别对待？还有柳氏，一个爽居的寡妇，为什么住在侯府这么多年？我坐起来看了一眼贵妃榻上的萧默，你没睡吧？我想去柳氏院子看看。走。两人翻墙进了柳氏的院子，我没想到萧默轻功这么好，带着我翻墙落地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柳氏屋里还亮着灯，我和萧默蹲在窗根底下，听到里面有人说话。今天委屈你了。是赵丽的声音。我不委屈，就是心疼青儿。武士当中那样羞辱她，她回去哭了一晚上。再忍忍，等时机到了，我自有安排。门开了，赵丽从里面走出来，整了整衣袍。我盯着她的背影，脑子里那个念头越来越清晰。赵丽从柳氏房里出来，深更半夜，孤男寡女，她不是不能生吗？我怎么没有想到？你早就知道了。萧默没回答，拉起我的手，先回去。第二天，我把昨晚看到的事告诉了婆母。婆母正在喝茶，听完手都没抖一下。婆母放下茶盏，我早就知道了。母亲知道。这些年我一直在查，赵丽根本没有受伤，她和柳氏生了一窝孩子，赵锦书、赵锦瑟三姐妹全是她的种。我接过那叠纸，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时间、地点、证人。老夫人也知道。她就是主谋，当年是她安排柳氏进府的，也是她逼着我收养那几个孩子，说什么孤儿寡母可怜，全是骗人的。母亲打算怎么办？我要让他们生不如死。接下来半个月，婆母断了侯府所有的补贴，以前侯府上下的吃穿用度，3个姑姐每月的花销，全是从婆母私库里出的。现在她不出了。第一个撑不住的是赵锦瑟，她嫁的是户部侍郎的儿子，婆家虽不穷，没了婆母的月银，她在婆家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。赵锦瑟跑回侯府，一进门就哭。母亲，你不能不管我啊！我在婆家都快待不下去了。你不是说我是外人吗？外人的钱你也好意思要？赵锦瑟被噎得说不出话，赵锦瑶和赵锦绣也先后回来要钱，全被婆母挡了回去。能不能？没有。赵丽放下身段来找婆母，低声下气地说好话，婆母直接让下人把她拦在门外。无事，你别后悔。我最后悔的就是嫁给你。没过几日，我和萧默出门时，一群蒙面人冲出来，萧默3下5除2把人全撂倒，让人把这些户员绑了，送到京兆府。京兆尹一看是侯府的人，头都大了，但证据确凿，只能立案。事情越闹越大，京城茶楼的说书先生把赵家的丑事编成了话本子。那定远侯表面上是个正人君子，背地里却是个男盗女娼之部。我和婆母坐在茶楼2楼雅间，听着下面说书先生抑扬顿挫的声音。福儿，你觉得接下来他们会怎么做？狗急跳墙，只会更疯。对，他们越疯，死得越快。快了，边关的消息快到了。母亲怎么知道边关会有消息？婆母端起茶盏，嘴角微微上扬，猜的。半个月后，边关战报传来，北敌犯境，连破3城。谁可挂帅？臣愿往。准。柳氏带着赵锦书姐弟4人到城门口送行，一家6口站在一起。柳氏亲手给赵丽披上披风，赵锦书在旁边递上佩剑。那场面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。婆母站在城楼上远远看着，我站在她旁边。母亲不去送？送什么？他的死期到了。母亲早就知道边关会打仗。知道。那母亲也知道这一仗赵丽打不赢。没有我的人马，没有我的粮草，他拿什么赢？赵丽这些年打仗靠的不是自己，是婆母在背后撑着。人马是婆母安排的，粮草是婆母供的。这一次婆母不给了。萧默也去，圣上封他为副将。我张了张嘴想说不担心，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。大军开拔那天，我去送萧默，萧默穿着铠甲骑在马上，整个人像换了个人，不是那个在我面前撒娇卖惨的牛皮糖，是真正的将军。他翻身下马走到我面前。等我回来。帮我保管。这块玉是婆母给萧默的，可以调动安排在军中的高手。等我回过神，萧默已经策马走了，尘土飞扬，背影越来越小。我站在城门口攥着那块墨玉，心里忽然空了一下。赵丽出征后，赵家人在侯府耀武扬威了3天，赵锦书走路都带风，见着我就冷哼。等爹凯旋，看你们还怎么嚣张。等爹立功回来，看那些婆家怎么求着我们回去。老夫人更是一扫之前的颓态，天天把婆母叫去正厅立规矩。武士，
你既然还是侯府的媳妇儿，就该守媳妇儿的本分。明天把库房钥匙交出来，让姚氏管家。说完了。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的态度就是，等赵丽回来再说。我在院子里等着，见婆母出来，低声问：“母亲，赵丽真的会拜？”你猜？我没猜，但我注意到婆母每天都会收到一封密信，看完就烧。信从哪里来我不知道，但每次看完信，婆母的心情都很好。报：赵元帅首战失利，3000先锋全军覆没。连发3道金牌，催赵丽出战。赵丽缩在城里不敢出去，士兵开始逃亡，士气低落，而太子被围生死不明。圣上震怒，当朝摔了茶盏。赵丽误国！消息传回京城，侯府的门被围了，百姓扔臭鸡蛋。3万大军啊，就这么被他败光了！太子要是出了事儿，赵丽全家都得陪葬。爹不是战无不胜吗？不可能，长中不会败的。一定是武士搞的鬼，他断了粮草，撤了人手，长中才会败。我搞的鬼？我的人马，我的粮草，我想撤就撤。他赵丽有本事自己打呀。婆母早就知道赵丽会败，不应该说，婆母就是算准了赵丽会败。姐，萧将军夜袭敌营，生擒敌将之子，逼退敌兵30里。好一个萧默！传旨，罢免赵丽主帅之职，押解回京。萧默接任平北大元帅，全权指挥战事。消息传到侯府，赵家人全傻了。赵锦书第一个跳起来：“不可能！萧默那个养子，他凭什么？他抢了爹的功劳！武士，你早就安排好了，对不对？安排什么？萧默抢了长中的功劳。抢？赵丽打了败仗，萧默打了胜仗，这叫抢？你这个毒妇！我毒？你和赵丽、姚云一起骗了我20年，你们才毒。你生的孩子，我替养了20年，你的男人，我替你守了20年。姐姐，我别喊我姐姐，我没有你这样的妹妹。母亲，我们去哪儿？回武家老宅。这侯府脏。武家老宅在京城东面，3进3出，比侯府还大。婆母给我安排了最好的院子，这是给你留的院子。母亲，萧默在边关怎么样？想他啦？没有。还说没有？这脸都红透了。母亲，行，没有。那他写来的信我就不给你看了。福儿，边关风大，但我不冷，你放心，我没事，等我回来。我看了3遍，把信折好放进袖子里。婆母在旁边看着，嘴角的笑意压都压不住。母亲笑什么？笑你。嘴上说不关心，心里比谁都惦记。我脸一红，没接话。临近年关边关传来大捷的消息，萧默连破北狄7城，逼得北狄王递了降书，犒赏3军，召萧默班师回朝。奉天元帅北狄来降，班师回朝，犒赏3军，钦此。福儿，他快回来了，你高不高兴？桃花3月大军凯旋，我和婆母站在城门口，远远看着尘土飞扬的地平线。来了。最前面骑着一匹黑马的男人，身披铠甲，面容刚毅，脸上有一道从额角延伸到下颌的疤痕。我心猛地揪紧了。萧默从马上翻下来，大步走到我面前。我回来了。疼吗？不疼。骗人。真的不疼。见到你就什么都不疼了。我眼泪掉了下来。萧默伸手替我擦掉，低声说：“别哭，这么多人看着呢。”赵丽被押解回京，跪在大殿中央，像个丧家之犬。圣上看了他一眼：“赵丽，你可知罪？”臣知罪，臣辜负圣恩，罪该万死。你的确罪该万死。3万将士因你而死，太子差点被你害死，你死100次都不够。不过今日是封赏功臣的好日子，
你的罪稍后再议。谢圣上。宣萧默上殿。萧默，你这次立了大功，想要什么赏赐？臣为圣上分忧，是分内之事，不敢要赏。该赏还是要赏的。朕封你为镇国大将军，赐黄金10000两，良田1000亩。谢圣上隆恩。你这次捐献粮草，功不可没，朕也重重有赏。伯母上前一步跪在大殿中央，她没接赏赐的话，而是说：圣上，臣妇有一事相求。何事？臣妇要和离。武士，你疯了！婆母看都没看他，圣上皱眉：为何要和离？请圣上过目。太监接过呈给圣上，圣上看了一眼，脸色骤变，又看了几页，手开始发抖。这些都是真的。臣妇已向上人民担保，句句属实。赵丽根本没有受伤。这些年，她和姚云生了4个孩子，就是臣妇收养的那4个，老夫人一手策划的。臣妇被蒙在鼓里，替他们养了20年孩子。还有更严重的。说。赵丽通敌叛国。这是姚云写给北狄王的密信，上面有赵丽的印章，军事图也是他亲手交给姚云的。赵丽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圣上，臣是被冤枉的，是武士陷害臣。陷害？证据确凿，你还想抵赖？姚云是北狄公主，潜伏在大周20年，这是你亲手把她带进府的。你告诉圣上，你知不知道她的身份？赵丽张了张嘴说不出话，她当然知道。来人，把姚云带上来。姚云被押上大殿时，头发散乱，脸上有伤。她被关在牢里3天，早就没了往日的柔弱模样。你是北狄公主？是。赵丽知不知道你的身份？姚云看了赵丽一眼，赵丽拼命给他使眼色。姚云笑了，笑得凄凉。他知道，从第一天就知道。好一个定远侯，好一个平北大元帅，娶了大周的女人，又养着北狄的公主，两头吃，两头占。来人，把赵丽押入死牢，3日后问斩。其他人怎么办？他们不是侯府的公子小姐，是我收养的养子养女。现在我和赵丽和离了，他们没有资格留在侯府。那就按律处置，赵锦书等人流放3000里，永世不得回京。封赏宴结束后，我陪着婆母回到武家老宅。婆母坐在椅子上，长长的吐了一口气。终于结束了，母亲，你还好吗？福儿，谢谢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愿意嫁进来，谢谢你帮我。是母亲在帮我。萧默从外面走进来。没什么。你脸上的伤还疼吗？不疼了，太医说会慢慢淡的。怎么伤的？打仗难免的。行了行了，你们小两口慢慢聊，我去看看厨房的汤。母亲。福儿。我有事要告诉你。什么事？关于上辈子的事。算了，等过几天再说，今天太累了，你先休息。我没追问，我知道他一定会说。赵家人被流放的消息传回来时，我正坐在院子里晒太阳。伯母从屋里走出来，手里端着一碗汤。母亲，这汤味道有点怪。不怪，是安胎的。安胎？你上个月的癸水没来吧？确实没来，我以为是因为最近事太多，没在意。我让大夫来瞧过了，你有身孕了，2个月，你要当娘了。福儿，夫人，赵秦所3姐妹在流放路上，为了少受苦，勾引了押送的官差。说清楚。我听了心里一阵恶心，堂堂侯府小姐沦落到这种地步。赵锦书呢？他疯了，天天念叨一些胡话，说什么错了，都错了，还说傅林渊被爹爹陷害成残废，武士自杀，我和灵儿回去继承家业，这才是正轨。傅林渊，
萧默的原名叫傅林渊，侯府里没人知道这个名字，因为萧默被收养前叫傅林渊这件事，只有婆母知道。你下去吧。母亲，萧默的原名是不是叫傅林渊？婆母抬起头，眼眶红了，她看向萧默，萧默站起来走到我面前。福儿，你坐下，我慢慢告诉你。你先说。我和母亲都是重生的。上辈子你嫁给了赵锦书，他对你不好，苏婉儿不，柳灵儿她也进了府，你在侯府受了很多委屈。后来母亲卧病在床，是你照顾了她。母亲好强，不想拖累你，服毒而亡。上辈子我被陷害，在战场上受了重伤，惨了。我只能远远看着你，不敢靠近，不敢说喜欢你。这辈子我拼了命也要娶你。萧默，这一次换我来护你。上辈子你没娶我，这辈子你娶了，这辈子你要是残了，我照顾你一辈子。萧默，我也有一件事要告诉你。什么？你要当爹了。福儿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愿意嫁给我。